我今天做这个视频是为了打消大家对于部署本地端这个性能的疑虑。我先把结论放在这里，最普通的核显本，只要内存够，32G 内存就可以玩 32B，16G 内存就可以玩 14B，8G 内存就可以玩 7B。Mac 也是 8G 内存的 Mac 完全可以跑 7B， 只要你跑的时候不干其他的事情。我说的能跑指的是还能有个位数的输出速度，不至于死机或者是闪退。所以相较于快不快，我更关心于能不能运行这件事情。在这个视频开始的前半部分，我会先做一个简单的教程，告诉大家怎么部署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2条代码的事情，5分钟不到就弄好了。教程会包含电脑端的 Mac 和 Windows 和手机端的 iPhone 和安卓。我们先下载 Ollama， 就是点这个 Download。如果你是 Mac， 你就下 Mac；Windows 你就下 Windows， 就点这个 Download， 它会下一个客户端，然后你会进行一下安装程序。下一步下好这个 Ollama 之后，我们就要开始下模型。在这个模型搜索里，你可以直接打字，它这里已经有了。我们就下载这个 DeepSeek R1， 我们在这里选择 32B 的版本，然后复制这个代码，右边的这一串代码复制，然后在 CND 或者是终端里粘贴就可以了。我是在 Windows 电脑上这样安装，粘贴之后呢，它就会像这样子开始下载。32B 的模型大概有20GB 左右，它这里显示19点多 GB 嘛，我们就耐心等它下载完，然后就可以开始操作了。电脑端的教程就是这么简单，只有一行代码就解决了。是 iPhone 或者是安卓，你都要下载这样一个应用。苹果的话就是在应用商店下载，然后安卓的话你下 APK 什么都无所谓了，反正你能下载下来就行。接下来你就需要选右下角这个选择模型，你如果没有下载模型，你就点右下角这个加号，然后呢你就要去点这个 Hugging Face 这个脸。Hugging Face 完了之后，下面有一个搜索，你就搜索。我们今天是奔着这个 DeepSeek 而来的，我们就直接搜索 DeepSeek。然后呢 DeepSeek R1，我们就找到 7B，因为我试过了，我的手机是 iPhone 15 Pro Max 8GB 内存，还有 M4 的 iPad Pro 8GB 内存的版本，它的 8B 模型跑不了，最高的就是 7B 完了，你可以下一个。这个就是如果它这里有内存警告的话，你就不要下了，你大概就是下这个，你记住这个大小大概在 4GB 多一点点，这些都是可以下载。然后如果 4GB 太多的话，它可能会有时候会闪退。总之就是7B 的这个 Q4 是你能下载的最大的模型，然后 Q3 又少一点， Q2 又少一点，这些当然都可以流畅的运行。我们肯定就是顶着极限来跑，我们这个测试从最开始就是很极限。我们在这里它会在这个聊天界面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加载一个模型 load 一个模型，然后我们就在这个我已经下载好了这个 7B 的 iQ4 这里点这个 load， 然后呢等它加载一下模型吧。我们就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手机上性能确实是比较差，这个基本上只有 3.42 个 tokens， 速度确实是很慢，但是它在手机上能跑。下载好之后怎么用？我们在这边先输入 Ollama list， 然后这边会显示我们的模型。为什么先输入这个？因为这里需要 Ollama， 然后 run， 然后后面需要加上模型的名称，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复制，然后粘贴，它就会在这里加载模型。我这里使用的是 8G 内存的 Mac， 跑 7B 是上线了，跑起来没有问题。它现在正在加载模型，我们稍等一会儿。好，我们随便问一个问题，推导量子力学一为谐振子的波函数。我这是 8G 内存的 Mac， 8G 能跑。现在内存已经到红区了，因为 7B 的话差不多内存就是顶到满，这个电脑本身其他的地方还需要一些内存的，但是你可以看它能运行能跑，虽然速度慢但是能跑。好，跑起来十分顺利，但是因为它推导这个需要一些时间，这个推导过程它写的话还挺长的，课本上都有好几页，所以我这里就跳过了，只是证明一下 7B 的模型在 8G 内存的 Mac 上是可以跑的。好，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在 Windows 电脑下的性能。我是搭载了一个 8G 的4060，然后内存是 32G， 这就是一个轻薄版。我们还是按照刚才一样的方法来激活这个模型。
先跑一个8B 的，因为8B 正好是没有爆掉4060的显存。也是问一样的问题，这个时候输出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就大家只需要记住很快就可以了。跟待会对比一下，这个输出速度会非常快。好，如果它现在正在输出，我们想要打断它，就是我们想要换模型，或者说做别的操作怎么办呢？我们就连按2下 Ctrl 加 C。注意是 Mac 上你也是按 Ctrl 加 C， 不是 Command 加 C。现在我们连按2下这个键，它就会提示我们现在可以发另一条消息。但是我们想退出现在这个模型，我们就输入这个斜杠，然后 bye 跟他说再见。然后我们用一样的方法，我们现在跑一下32B 的这个模型，然后现在其实可以把显卡拔掉了，因为有没有显卡性能差不多。现在最大的问题已经在于它显存爆掉了，它现在从内存那边借掉一部分。现在我依然是问它这个问题。可以看到它响的速度很明显变慢了。现在的显卡占用率只有30%到50%，然后 CPU 也有一定的占用率，然后显存是彻底的爆了，然后内存也基本上快要推满了。大家看一下这个速度跟刚才的对比是很明显的，就是一旦爆掉这个显存之后，运行速度就很慢。经过那么长的性能铺垫之后，终于到了我们打消大家性能疑虑的环节。现在我已经把独显拔掉了，可以看到我这是一个散热只有28瓦的 Ultra 9华硕0114轻薄本。现在在这个条件下，我们直接启动我们的 32B 模型。一样复制粘贴大法。好，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内存正在加载，但是电脑没有死机，可以看到 GPU 和内存全部满掉了。好，加载成功，我们开始问。这个我们问一个简单的，因为让它推导一个一维谐振子有点难为它了，这毕竟和谐嘛。可以看到速度很慢，但是有输出。其实跟刚才用独显没有差太多，刚才用独显也挺慢的，但是能跑。重点是我们现在在和显的28瓦散热的轻薄本上面，把 32B 的模型跑起来了。所以说不需要4090，就拿你的轻薄本就可以跑。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如果我们只是玩一玩这个模型，或者说我们的需求没有那么高，完全没有必要装什么显卡啊，什么这种大高规格的东西。32G 的核显本只要内存足够，完全可以跑 32B 的模型。希望这期视频能打消大家的性能恐惧症。如果你只是要玩一玩的话，你现在就可以直接下载了。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或者是发私信给我。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了。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你可以给我点一个赞，谢谢大家。